为了活命，他隐藏了自己逆天的颜值，甘愿被父母遗弃在乡下生活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他被召回替嫁给残废又命不久矣的陆家大少，旁人都觉得他是可怜的牺牲品，却不知他并非任人宰割之辈，他是自愿嫁进陆家，只为了弄清楚一直追踪的秘密。顾青离刚到火车站，就被一个小孩子撞了个正着，一杯冰凉的可乐洒在了他脸上。鬼啊！小孩被他的脸吓得哇哇大哭。刚赶来的管家看到这一幕，就知道他脸上的烧伤又吓到人了。他捂着右边脸颊，快步走向卫生间，确认四周无人后，将薄如纸的人皮面具撕下，露出了漂亮的脸蛋。他捧起冷水洗了把脸，抬眼看向镜子里的自己。半年前乡下那场大火后，从小与他相依为命的堂姐在执行任务时凭空消失，最终查到线索指向陆家大少的私人庄园，所以他才答应替嫁。他正准备戴上人皮面具，洗手间的灯突然一灭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胳膊就被一股大力拽进了一旁的隔间，眼前漆黑一片，他看不清对方模样，却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，还夹杂着淡淡的催情药味。他心中暗叫不好，刚想出手，脖子就被冰冷的刀尖抵住，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叫出来，否则要你小命。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，我看到他往洗手间方向逃了。他很快反应过来，眼前的男人正在被人追杀，还没等他想出办法，男人突然开口，得罪了，下一秒便轻身压了过来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脖颈上，还没来得及推开他，男人就咬了他一口，他疼得双眼通红，忍不住骂了句王八蛋，赶紧开门。紧接着几名男子粗暴地砸开了隔间门，与此同时他后腰处传来冰凉的刺痛，男人用刀尖刺破他第一层皮肤，给了他最直接的警告。眨眼间他便做出决定，他抱住身上的男人，对着门口的人大声怒斥，看什么看，没看见我们在办正事吗？周遭光线昏暗，年轻男子们只看到两具模糊的身子交叠在一起，顿时尴尬地退了出去，连连道歉。听着门外脚步声渐远，他丝毫不敢放松，因为眼前的人才是最大的危险。他故作镇定，他们走了，你可以放开我了吧？抱着他的男人呼吸越来越重，他快速反应过来，用力将身上的人推开，从口袋里拿出自制的防狼喷雾向男人喷去，喷雾里有镇静的成分。挣脱开后，他警惕地观察着男人的反应，几秒后男人理智清醒不少，看着眼前这个容貌漂亮的女人，谢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天的事我会报答你。他不想多加逗留，不等男人把话说完，看准机会转身逃出洗手间。看着女人潇洒离开的背影，男人眸底划过一抹意外，他伸手不在她之下，正准备抬步离开时，鞋底踩到一条银白色的项链，吊坠上刻了一个小小苹果。第二天上午，管家直接把他送到了陆家。德叔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相貌丑陋的女人，她身上只挎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包，连行李都没有。他扫了几眼，冷淡道：顾小姐，里面请。很快来到卧室门口，德叔开口，大少爷就在里面了，终于能见到陆承安了。他眼底闪过一丝激动，德叔以为他是害怕，轻声说道：要是你不能让大少爷留下你，那我们只能把你退回顾家。他低下头小声地说着：我会加油的。还没等他们走进内屋，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：滚出去。听见这熟悉的嗓音，他蓦地一愣，这声音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过？身旁的德叔毕恭毕敬地说道：大少爷，这是老爷为你定好的婚事，让他滚。陆承安冰冷地吼道。德叔转头对着他：顾小姐，我们先出去吧。青离心中一紧，连陆承安的面都没见到就要被赶出陆家，这怎么行？他绝不能就这么走。他想冲进内屋，却被眼明手快的德叔拦住，眼中带着警告。他只好暂时站在原地，对着屋内大声喊道：我要嫁给你，如果被退回顾家，他们会把我送给70岁的老头，我会受尽折磨而死，关我什么事？男人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果然是心肠冷漠的人。他只好拿出手中的筹码：陆承安先生，我可以治好你的腿，来人！德叔开口喊人，眨眼前青离便从他身边闪过，起身往内屋跑去。德叔吓了一跳，赶紧喊来保镖抓人。他冲进内屋，直接向大床方向奔去。他已经想好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。可当他看清男人的样貌时，猛地愣住了。昨晚洗手间的男人居然是他，他当时明明能站起来，为什么现在却要装残废？这时男人突然大声咳嗽起来：大少爷！德叔连忙跑到他身边，神色紧张地喊：快去把医生喊过来。然而男人咳嗽得越来越厉害，不到几秒就咳出暗红色的血，脸色也由之前的苍白变成灰白色。青离见他唇色逐渐发淡，呼吸急促，很快确定这是急性中毒的症状。他快速跑到床边，想去摸他的脉搏，结果刚伸出手便被对方一把攥住。你想干什么？嘴边的话还未说完，又是一口鲜血呕出。眼看情况十分危急，他挣脱鞋制后，迅速从包里翻出一颗白色药丸往男人嘴里塞去。药丸入口即溶，不用吞咽也渗入体内。见男人缓缓闭上了眼，德叔脸色骤变：你给我们少爷吃了什么？我再救他。他声音无比坚定地说着，这可是他花了大把精力研究出来的救命药，多少顶级富商想买都买不到。要不是因为堂姐还在他手里，他才舍不得把药喂给他呢。他要死可以，但必须在他找到堂姐之后。德叔根本不信，他一个连书都没读几本的乡下丫头还救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他不渴了。青离大声喊出，见他们神情有些松动，马上对德叔补充：给我3分钟时间，您再做对比。德叔转头看到躺在床上的少爷不再咳嗽，刚刚灰白的脸色也没有那么难看。第一次大少爷发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控制好的。德叔看向他的眼神充满怀疑。2分钟后，男人呼吸终于缓下来。德叔看到大少爷平安度过这次发病，激动到双眼泛红。他现在是我老公，我比谁都希望他活着，否则我回到顾家会被当成垃圾处理掉。德叔脑海不断回想着关于顾家大女儿的信息，再看少爷脸色的确好转，勉强相信他。青离再次肯定地说：我会照顾他的，麻烦你了。德叔只要大少爷活着，不管是什么情况都要试试。见德叔勉强让他留下，他内心暗暗松一口气，只要让他留下来，第一步就算是成功了。接下来他先让其他人离开，确定没人闯进来后，他一扫柔弱模样，神情坚定地快步走向床边。他心里分析着，陆承安中的催情药主要是达米阿
阿娜，自己喷的镇定香水含朱砂，原本朱砂能解达米阿娜，但她现在中毒了，说明她平时饮食里有东西和朱砂相克，现在得先解朱砂。她用原明粉倒进温水中，喂她喝下。几分钟后，男人脸色好转，她才松了口气。她照顾了男人整整一通宵，天快亮时，她终于退烧了，她也稍微放松了些，连着2晚没睡，实在撑不住了，趴在床边眯了起来。等她再次睁眼，是被男人掐住脖子。你是谁？男人声音沙哑，掐住她脖子的手越发用力，女孩五官都皱在一起，用尽全力喊出：我是你老婆。男人看到她脸上的疤痕，丑得惨不忍睹。你不是顾琪琪？他心虚的眨了眨眼，怪不得顾夫人和管家要让她心甘情愿嫁过来，原来替嫁的事没有和陆长安说。男人冷笑，顾家当我死了，什么东西都往我这边塞。说完他甩开手，他终于可以自由呼吸，时不时咳嗽几声。面对他痛苦的样子，陆长安没有半点怜悯，冷漠命令：滚回顾家。我不走，他坚定说道。男人眼里闪过一丝厌恶，由不得你不走。心里气得想理论，但想到自己的身份，马上录成可怜模样，不要送我走啊，不然我爸妈不会放过我的。男人无情回应，关我什么事？心里一夜，卖惨不能停，只要你让我留在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干的。说完看了眼男人的腿，他想起在洗手间和昨晚治疗时他的腿都没问题，可外界却都说他残废只能坐轮椅，于是他试探着说，我可以治好你的腿。说完伸手就要去碰他的腿，男人厉声呵斥，滚出去，以后不许出现在我房间里。他知道再闹下去留在陆家的机会更渺茫，便一脸难过的说，我先出去，你有什么不舒服记得叫我。然后走出卧室。德叔看到他可怜的样子，连忙问着，大少爷他怎么了？他醒了，但要把我赶回顾家。德叔，我只想留在陆大少身边照顾他。德叔看到他这样子，心里也有打算，让他先到楼下吃饭，才迈不进卧室。大少爷，顾小姐真的是福星，是她救了你，照顾你整整一个通宵。陆承安没想到女人能为他做到这份上。德叔接着说，昨天我调查了他的资料，她是顾琪琪的双胞胎姐姐，从小和奶奶在乡下生活，父母很偏心，挺惨的一个女孩。她和大少爷经历有些相似。男人看着资料，得知一场大火让他毁容，眼神闪了闪，又想到他刚才面对自己时落落大方，并没有阴脸自卑，他难得动了恻隐之心。德叔看出他的神情，知道女孩暂时不用被赶走了。在德叔准备离开时，男人从枕头拿出一条项链，去查一查这项链的主人是谁。他发病是女人给他喷的东西造成的，必须把那个女人抓到我面前，这个仇必须还给他。青离被留了下来，德叔把他带到客房，千叮咛万嘱咐后才离开。他轻轻关上房门，手机铃声响起，他先仔细检查了房间，确认没问题后才接起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愉悦的女声，老大，陆家调查的资料已经按照你说的给到他们手上了。青离嘴角上扬，做得很好，一切都在按他的计划进行着。半夜，陆承安呼吸困难，头痛欲裂，连叫人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青离潜入房间，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，就知道后遗症复发了。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，正准备拿出白天赶制的香片，没想到男人突然睁开双眼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一时没防备，他倒在了男人怀里。他迅速反击，两人在床上扭打起来，一时间难分胜负。过招时，男人隐约闻到他身上的香味，不由想起那晚的漂亮女人，可眼前这个满脸疤痕的丑女人和那晚的家人简直天差地别。这时他头痛欲裂，顾不上多想，厉声喝道，从我房间里滚出去，你身上的毒还没好，你让我留在陆家，我很感激你，所以要帮你治病。男人却觉得他莫名其妙，又一阵头疼袭来，他把他甩下了床，滚出去。青离摔在地上，气得无声骂了一句。他起身点燃准备好的香片，又把一个装满各种香料的小香包放在他枕边。男人闻到香味，烦躁的心情缓解了不少。此刻他终于相信他是来帮自己的，但全身乏力也没力气赶他走了。枕边的香包散发出淡淡的香气，他的眼皮越来越沉。青离一直留意着他的神情，看到香片起了作用，他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没错。男人中毒是因为平时食用的人参和朱砂相克，所以自己解了他的催情药后，他反而中毒了。第二天，陆承安醒来，有那么一瞬间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，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稳。心情不错的他喊来德叔，他人呢？德叔很快明白他问的是谁。顾小姐被顾家接回去了，这是顾小姐给你留的话。陆大少，我亲手给你煮好粥，你醒来记得要吃，我要回顾家了，有缘再见。男人看着纸条，想起昨晚他照顾自己的画面，又想到他的身世，开口问道，他什么时候被接走的？这边青离刚踏进顾家，迎面就扇来一巴掌，他伸手灵敏躲开，下意识抬脚踢过去。哎呦，不孝女，你居然敢动手打我！顾夫人被踢倒在地上，痛到发出一声惨叫，紧接着破口大骂，你突然偷袭，我不知道是你。青离一点歉意都没有，看到倒在地上的顾夫人更没有去扶他起来，一旁的顾胜将他扶起来，拉下脸说道，顾青离，跪下，向你母亲道歉。他先向我道歉。青离淡定回复。顾胜没想到向来懦弱的女儿竟敢顶嘴，看看他这个怪物在乡下多年被养废了。顾夫人气得直接骂着，今晚把他送给老头，能给公司多赚1分钱也好，把他的脸给蒙上。顾琪琪站在旁边幸灾乐祸，看向青离挑衅说着，公司最老的客户今晚正好过70岁生日，看着他们虚伪的嘴脸，他们对他这个丢弃在乡下的女儿没有半点亲情可言。我变成这样是那场大火害的，你们说帮我调查，查出背后凶手了吗？他主动提起那场大火。旁边的顾夫人闻言身体不由一僵，但她还是一眼就看到，看着他们这么冷血无情，心里还是感到一阵闷痛，但很快就恢复冷静了。她已经不是那个渴望父母疼爱的小女孩了。她假装气愤，实则在试探，你们说过我嫁给陆承安就给我安排整容手术的，你现在被陆承安退货了。顾琪琪说到这里，声音突然拔尖的喊着，你这个丑八怪怎么不去打？青离挑了挑眉，要换你过去啊你！顾琪琪气得要冲上去打人，她一个后退避开了他的巴掌，居然敢躲开。顾琪琪更是火冒三丈，直接抓起旁边的花瓶向他砸去。青离又一次避开，花瓶砸在地上发出巨响，顾琪琪捡起
起一个碎片，正准备给他几下，谁敢动他？一个声音在门外响起，众人转头，见陆承安坐着轮椅由德叔推进来。陆承安，他们吓得异口同声喊着。顾胜夫妻互相看一眼，都在对方眼里看到害怕。顾琪琪在看到陆承安的脸时，露出花痴的神情，但看到他坐的轮椅时，马上冷静下来。人快要嘎了，长得好看又有什么用？青离见男人来了，双眼一亮，马上跌坐在地上抽泣：“爸妈，妹妹，求你们别打我了，我不能留在陆大少身边，我也很难过。”男人听到他的话，不由皱起眉头，再看到他坐在满地花瓶碎片上，和站在他对面的一家三口，立马阴沉声音冰冷地说着：“你们不配当他的父母。”青离抬头，第一次觉得他和自己看法一致。德叔示意保镖扶起他，男人确认他没受伤后，冷冷看向顾家三口，向他道歉，这辈子都不会向他道歉的。顾琪琪气愤地尖叫着，顾夫人连忙拉了拉他的手，让他冷静。顾胜看向他，轻声地说着：“青离，你快和陆少解释，都是你的错。”他在警告他，他很自信，顾青离一定会息事宁人。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青离哽咽地说着：“是我的错，是我妄想留在陆少身边，被陆少赶回家。我父母和妹妹要把我送给70岁的老头。”陆承安微皱起眉头，德叔马上接道：“顾小姐没有说谎，顾氏公司最老的客户今晚生日。”青离偷瞄了男人一眼，紧接着更是捂脸痛哭出来。听到他的哭声，男人脸色更加难看，随后扫了他们一眼，把顾琪琪送过去。青离听到男人的话，不由惊讶地看向他：“什么？”顾家三口异口同声地问道：“我才不要！”反应过来的顾琪琪尖叫着，男人眼神扫过去，旁边的保镖第一时间捂住顾琪琪的嘴。顾夫人想去救女儿，却被顾胜拉下。他清楚自己和陆承安实力相差太大，要是惹怒他，整个顾家就毁了。顾琪琪去陪70岁的老头，他会想办法摆平的。他按住妻子，同时看向陆承安问道：“青离他呢？”陆承安勾起薄唇，慢慢开口：“我带走。”青离反应很快，给男人露出一个感动又感激的笑容。顾胜知道陆承安这是接受替嫁的事，堆起笑容说着好。就在他们以为这件事摆平时，德叔提醒道：“你们还要向顾青离小姐道歉。”他们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顾胜不敢耽误，连忙按着顾琪琪的头道歉。青离看到站在面前低头认错的一家三口，曾经他被偏心的父母和刁蛮的妹妹冤枉无数次，没有一次得到道歉，反而还怪他脾气不好。小时候遇到这样的事，他总是幻想着有一天他要拿出证据摆在他们面前，然后得到他们一句道歉。没想到从小的幻想被陆承安实现了，他直观地感受到男人在保护他，这感觉让他心跳不由快了半拍。男人看着他神情，觉得他下一秒就会说原谅他们的话，连忙开口道：“走吧。”青离闻言，马上快步跟上男人。至于他们的道歉，不接受，不原谅，他还会再找机会回到顾家，查一查他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。回到陆家，他想再次感谢陆承安，可男人有急事回了书房，他观察了下周围，悄悄跟了上去。书房里，德叔把刚查到的资料递过去：“少爷，项链查到了，是本市市长千金的。”陆承安看着资料，所以那晚遇到的女人是周家千金，他相骗呢。周家千金小时候被绑架了，之后就没相片流出。陆承安想到那晚女子面对挑战依然冷静从容，再去查，有她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德叔在准备离开前问道：“顾小姐怎么安排？”陆承安脑海闪过她坐在碎片上的画面，皱眉思索一会儿说：“再观察观察。”德叔走出书房，看到青离吓了一跳，他关上门严肃道：“顾小姐，以后别靠近书房，这是大少爷的禁区，私闯被发现谁也保不了你。”青离忙点头解释：“他今天救了我，我想问他今晚想吃什么。”德叔看他低头顺眉的样子，见他是个感恩的，今天早上你留的周大少爷挺喜欢的，按照这口味去做就行。他笑得一脸灿烂，让德叔更是打消心底最后一丝担忧。等他到厨房里，脸上灿烂的笑容一收，心里已经在盘算着陆承安的书房他要闯一闯。接下来几天，他老实本分，包揽男人3餐，还帮忙打扫卫生，大家都对他放下警惕，陆承安也挑不出毛病。这天德叔收到消息，周家千金决定要参加晚上的慈善晚会，陆承安终于收到关于他的消息，心情大好。今晚我要去会会他，心里时刻留意着男人的情况。一看德叔有意，趁机开口打听，这几天他表现太好，德叔不疑有他。今晚大少爷要去参加晚会，男人终于要出门了，他眼神一闪，克制自己不要露出马脚，一脸平静地问道：“需要我做什么吗？”“暂时不用。”德叔向他点了点头，接着去忙自己的事。晚上7点，陆承安准备出门，青离依然是为他忙前忙后，直到他坐进车里，他微笑地向男人挥了挥手：“我给你煮好醒酒汤，麻烦你了。”男人平静回道：“这几天男人都是对他爱答不理的，他早就习惯了。”依然笑容灿烂向他挥手，直到男人的车消失，他才放下手，转身回到屋里。这几天他像佣人一样到处打扫房子，为的就是观察这里的摄像头。现在他巧妙避开摄像头，很快来到书房门前，拿出一张门磁卡，快速打开门，确定没人发现后，他才悄悄往前走，目标直奔电脑。开了机需要输入开机密码，在破解密码时，他眉头皱得越来越紧，最终还是被他破解了。他将 U 盘安进电脑里，将电脑的资料都备份。在资料备份中，他先点开一些资料看，再点开第3个文件时，看到关于堂姐的。啪！书房的灯突然被打开，陆承安出现在门口，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。顾青离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男人按着自动轮椅慢慢往书房走来。青离看着已经黑屏的电脑，终于查到堂姐的消息，他很想扑上去抓住她的脖子问，到底把堂姐藏在哪里了？随着男人慢慢靠近，他空白的大脑才慢慢恢复转动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堂姐的消失确定和他有关，他现在还不能离开。陆承安冷笑一声，来到电脑前，打开
开电脑输入密码，青离听到他轻轻敲键盘的声音，好像一把把刀子划过他心脏，精神异常紧绷。为什么出现在我书房里？怎么知道开机密码？男人严厉的声音让他瞬间清醒，他害羞又紧张的回复：我想多了解你。来人，将他赶出去。从此刻起，不许他踏进陆家半步。保镖马上走进书房里，快速抓住他往门口拖去。青离不想暴露自己身手，他拼尽全力喊着：陆承安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所以我才想多了解你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最恨别人欺骗我。男人眼神带着杀气的看着他，他刚离开几分钟，越想越觉得顾青离可疑，最后让德叔去晚会找周家千金，他才原路返回。没想到这人确实有问题。青离看出男人对他是极度嫌弃，但他还是不放弃的喊着：陆少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留在你身边。这话正好让过来看孙子孙媳妇的老夫人听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青离闻言，像看到救星似的喊着：奶奶，救救我吧！我不想离开我老公，不能陪在他身边照顾他，我还不如找根绳子在家门口吊死算了。别做傻事，小夫妻吵架是正常的。老夫人过去扶住他，看到他脸上大面积的烧伤，此时哭得又这么伤心难过，特别是那双大眼是这么无辜又惹人怜爱。老夫人向来心软，轻轻拍了拍青离的后背，随后再对着楼上的方向喊着：承安，你们是夫妻，不能做出抛弃妻子的事。他这几天不止在男人身边忙，更是把他身边的人都摸了个透。男人最听老夫人的话，他就努力在老人家面前刷好感。老夫人几乎每天电话询问德叔关于孙子的事，自然会提到他。德叔对他印象很好，这样一来老夫人对他印象更好，他更是借机和老夫人通上电话，哄得老夫人很开心，说一定要过来看看他，今晚有空。老夫人就过来了，没想到撞见这样的情况，老夫人看到他双眼通红的样子，认定是孙子惹女孩生气，再次大声喊着：承安，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，她不是我妻子，让她滚。男人声音带着浓浓的杀气，老夫人知道他是真的生气，怎么惹他生气了？我进了他书房，心里小声的说着。老夫人闻言也知道这件事难办了，奶奶，求你帮帮我，你先跟我走，等他气消了再说。老夫人小声说着，随后对着书房喊道：我先带青离走。书房里，男人接到德叔的电话，周家千金没来，只派管家送了礼。陆承安没想到会是这样，半晌再开口问顾青离的资料有没有人动过手脚？没有。德叔很肯定的说着。男人微微眯了双眼，转了转手中的 U 盘，再去仔仔细细调查，不许错过任何一丝的线索。第二天早上，承安就接到奶奶的电话，约他晚上去吃饭。他想都没想直接拒绝，老夫人这次却很坚定，10几个电话打过来，各种理由，直到他搬到自己身体不舒服，他才勉强答应过来。心里表示会诚恳道歉，争取改正机会。老夫人看着这么乖又全心爱孙子的孙媳妇，十分乐意帮他。晚上，老夫人热情地招呼他们一起吃饭，饭后还特意安排他们同睡一个房间。你想通过奶奶让我原谅你？没门！一进屋，男人就厌恶地开口，任凭他所有好话说尽，男人就是油盐不进的样子。我真的只想多了解你。U 盘里的资料已经说明一切了。U 盘是特殊处理的，只要传输被打断，当下传输的资料全删除，留下只有精心剪辑的资料。表面看起来是他收集陆承安各种采访和报道，好像真的爱惨他了。滚出去！男人对他的态度充满防备与警惕，青离只好以退为进，我在门外守着，你有什么事就叫我一声。说完才依依不舍地向外走。走出卧室，他立刻收起脸上委屈难过的模样，眼眸闪过一丝寒意，随后他又再次恢复被丈夫嫌弃的可怜模样，去厨房里煮粥。老夫人没揭穿他被伤了心，陪他聊了会儿后回卧室休息。等粥煮好后，他也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他再次来到陆承安的卧室，确认他已经睡下后，拿着车钥匙来到车库，开了一辆普通的黑色汽车离开别墅，避开所有的监控，在加油站的洗手间里把人皮面具摘下，快速换了一身黑色衣服，坐着哈雷摩托快速消失在黑夜中。哈雷在本市最出名的酒吧门口停下，他直接拿出 VIP 会员卡，一路畅通无阻走进酒吧里，对着迎面走过来的店长，声音冷冽地说着：1号包厢我包了，1号包厢暂时不能提供，还在装修中。店长轻声回答，他心底闪过一丝担忧，表面依然高冷。要多久？最多7天。店长连忙回道：7天后给我订1号包厢，今天开2号和3号包厢。他直接拿出黑卡说着，有人的话我出10倍钱请他们换包厢。面对财大气粗的人，店长赶紧去安排。几分钟后，包厢来了10几个人，心里看没有人盯着他后，悄悄来到顶楼的1号包厢。他打开干扰器，趁机快速走进包厢里。他把整个包厢都搜查了遍，最后在抽水箱的盖子里看到用刀子轻轻划的堂姐专属的标记，他激动到双手在颤抖，连做了好几个深呼吸。冷静下来后，赶紧将标记全都划掉。做好一切后，他准备到别处找线索。刚从包厢出来，就看到走廊上坐着轮椅的陆承安。我们又见面了。男人低沉好听的声音响起，他怎么会过来的？难道他假装睡下，就为了故意引他出来？见男人视线落在他的脸上，他已经将人皮面具摘下来，他应该认不出他是谁吧？你是谁？男人一直看着他，青离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慌没有逃过男人的眼睛，他保持沉默，暗中用手机联系包厢里的人上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男人声音比刚刚多了一分压迫。你又是谁？青离压低声音，带着一丝轻蔑，学他用视线故意扫了眼他坐的轮椅。陆承安。他痛快地报出名字。听到男人报出名字时，青离不由愣了一下，难道他不怕他将他没有残废的事情说出来吗？眼前的男人太危险，他担心会被他认出来。我现在有事要去忙，不和你。男人打断他一听就是借口的话，只要你说出你的名字，我就放你走。当然假名没用。看着心里的想法被男人看穿，他有些气愤，随后冷笑一声：陆大少爷，为什么非要知道我的名字呢？难道你喜欢我？他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向他走近，看似漫不经心的调侃，实则在留意周围环境。男人堵住下楼唯一出路，所以他只好让人上来捣乱，好趁乱逃跑。男人一直盯着他，不知为何脑海里却闪过顾青离那张被火烧过的脸，他有一种背叛老婆的微妙感觉。
去。这时楼梯处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我去看看。站在旁边的保镖说完就转身过去。这一群人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根本不把保镖放在眼里，而是马不停蹄向他们这边冲过来。青离趁乱往楼梯方向站去，在越过陆承安的面前时，他都没有回头看一眼。事情进行得无比顺利，他一路畅通无阻来到楼梯口。突然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已经有许多人将陆承安包围起来。这些人比他带的人多2-3倍，不是他安排的人，一看就是要男人的命，他还不能死。好不容易找到关于堂姐的线索，他是最关键的突破口。这时一个人从陆承安的背后靠近，手中的刀正闪着寒光。陆承安，小心！青离大喊一声，快速跑过去。陆承安听到他大喊的声音，不由回头看向他。正想偷袭的男人被打断，但他并没有放弃手里的动作。别看我，往旁边躲开！青离急到声音都变尖了。然而男人就像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危险，依然淡定从容地坐在轮椅上，连动都不动一下，明摆着当活靶子的态度。气得青离胸口升起一股无名火，他更是加快脚步往前冲。在对方的刀快要落在男人身上时，他冲过去伸手把他推开。男人看着面前的女人一而再破坏他的计划，手中的刀转个方向对准他落下。青离没多想，用右手挡了挡，刀从他右手小臂擦过，他没感觉到疼，只看到鲜血滴到地上。男人反应很快，正要给他再补上一刀，砰！陆承安按了轮椅的机关，弹出和拳头大小的球，正中对方的腹部。男人直接倒在地上无法动弹。青离看到这一幕眨了眨眼，怪不得他那么淡定，顾不上右手流着血，转身看向他：“你没受伤吧？”他眼里满是担忧。男人好看的眉头不由一皱，这样的眼神和那晚顾青离照顾他的很像，仿佛真的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忧。见他皱起眉头，青离担心他是不是中了暗伤，急急地问着：“你哪里不舒服？告诉我啊！”甚至恨不得直接上手给他做个全身检查。因为他的靠近，男人闻到他身上血腥味，还有淡淡的中药香味。顾青离身上也是这中药香味。他看着男人呼吸正常，确定没有受伤，转身就要离开。突然右手手腕被男人大手抓住：“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此时他比之前更加迫不及待想知道他到底是谁。放开我就告诉你！青离眼看再拖下去，保镖收拾那些人后就过来抓他，到时他就真的没机会跑了。男人眯了眯双眼，正在考虑他的话：“你抓疼我了。”他突然皱起眉头喊疼。男人看到他流出的血，手的力道微微松开。见这办法有效，他继续往下说：“上次怎么说我也是帮了你，这次我又救了你。”男人神情慢慢松动。上次因为他喷的药让他差点没命，但那晚他帮了他大忙。想到这里，他慢慢松开他的手，在他一放手，青离瞄准时机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就跑。你回来！男人看他就在自己眼前跑了，这下他没办法冷静。青离快速跑出酒吧，骑上哈雷，戴上头盔。在他骑车离开酒吧时，刚好一旁坐在车里的男人看过来，那是陆承安同父异母的弟弟陆延洲。决定要来到陆承安身边时，他早就把他家庭情况调查清楚。陆承安刚才遇到的事，难道和他弟弟有关？他一边想着，一边骑车用最快速度赶回去。陆承安这边将闹事的人全都控制好，盘问对方是受谁指使的。对方监视早就看他不顺眼，所以一直怀恨在心。可他冷静下来，越发觉得刚刚跑起来的女人像顾青离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再次打顾青离的电话，依然是没人接听。他一个接着一个打，直到回到奶奶家里才放下手机。让他意外的是，他和奶奶都在里面。他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快来看看你老婆给你准备了什么。他扫了青离一眼，顺着奶奶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餐桌上摆着冒热气的海鲜粥和各种适合宵夜的小菜。他不动声色地靠近餐桌，要是顾青离敢点头说是他做的，他就立马把他轰出去。是你喜欢吃的几家店，你老婆亲自开车去都打包回来。老夫人说到这里，心疼看向青离，你太用心了，不用对她这么好的。青离低下头害羞地笑了笑，男人目光落在她身上，还有她此时的笑容带着懦弱，一看就是习惯逆来顺受的乖乖女，和酒吧明媚带刺的女人完全不一样。要不要尝一尝海鲜粥？老夫人连忙问着。男人看向她说着，给我盛一碗粥。青离给他盛了一碗，放在他的面前。就在他正要收回手时，男人伸手抓住他的右手，他痛到不由喊出一声。男人不顾他的反抗，将他袖子掀起来，右小手臂全露出来，上面的伤一目了然。天啊，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！老夫人第一时间惊呼出来。青离摇了摇头，轻声说着，我没事，怎么可能没事，一看就是被烫伤的。老夫人越看越心疼，眼眶都泛红了，但男人抓住她的手依然大力，没有半点松开。他的手腕和在酒吧抓住那个女人的差不多。他内心有许多的想法闪过，表面却镇定地盯着她。在他的眼神下，一般的人早就惊慌失措，可他依然是一副乖乖女的模样。德叔，叫家庭医生过来。男人对德叔说着。对，这是要叫医生过来的。老夫人连忙点头，再看向青离，小声地哄着，等医生过来上了药就不疼了，再忍忍哈，我现在也不疼的。面对老夫人的担忧，青离心虚不敢对视，他这反应落在老夫人眼里，更是觉得他不争不抢，有委屈只会暗自咽回肚子里。你就是太乖了。男人闻言抬眼看向他，青离也在偷看他，此时和他视线撞在一起，他连忙转开视线，视线刚转开，他僵住了。他应该落落大方和男人对视的，这样避开会不会让他起疑心？承安，你怎么知道青离他受了伤的？老夫人才记起这件事，我看他盛粥的动作有问题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老夫人点了点头，随后又笑了起来，认为孙子心里有青离，只是他不承认而已。青离微微皱起眉，这人在骗人。他应该是对酒吧里发生的事发生怀疑，可自己是哪里出了错，让他怀疑了呢？还好他做事谨慎，想到手臂受伤，特意用烫伤盖住刀伤。两人离得近，男人隐约闻到他身上淡淡的中药香味，一股让人闻着很舒服的味道。这时医生赶到，看了一眼，咦，已经上了中药，我的孙媳妇是中医生哦。老夫人像在夸着自家优秀的孩子一样自豪。医生点了点头，怎么弄成的？青离把早就准备好的说辞，被刚出锅的粥烫了一下，不仅是烫伤，上面还有2道刀划过的伤口。医生微皱眉头说着，粥被打翻时有小孩
还在，所以我伸手拉了一把，没想到周玲下来，还带着桌面上好几把水果刀也掉下来。他很配合的说着，男人没有细问他是怎么受伤的，原来是等医生过来问他。医生快速上药包扎好后，离开前提醒着这几天伤口不要碰到水。他点了点头，随后再看向男人，我伤口包扎好了，你可以放手了。陆承安这次没有为难他，而是慢慢松开他的手。德叔送医生回去时，把密封的盒子递给医生，一起做个鉴定，看是不是同一个人。这是大少爷的意思。晚上，老夫人让他们同住一间房，提醒青离趁热打铁，把自己乖孙拿下。他可不想拿下陆承安，但还是想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还要继续调查堂姐下落，所以对男人态度积极。你没有话要和我说？男人见他这么乖的样子，脑海闪过酒吧那个女人一脸不屑的模样。如果不是他发现可疑点太多，他完全不会将他们联想在一起的。青离一脸纠结，随后又小心翼翼问着：“真的要说吗？”男人看向他，眼神多几分认真，心跳不由快了半拍。他终于要承认了吗？奶奶说，男人本质就是渣，不用对你太好，有些事情嘴上答应就行，不用真的去做。男人一夜有种被耍的感觉，但一时又找不到理由出气。不过奶奶最后还补上一句，说你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才是最危险的大渣男，让我看到他一定要绕路走。他特意加重弟弟才是最危险这几个字。他还想着要怎么提醒男人要小心陆延州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说一说，他都要为自己的聪明点赞。不过就是稍微牺牲一下老夫人。你见过陆延州？男人提到这个名字时声音微寒，可以看出他们兄弟关系很恶劣。没有。青离摇了摇头，连忙转移话题。不过今天中午收到一条匿名信息，是想约我出去见个面，说谈关于你的事。现在想想会不会是有人要害你？看他没反应，担心他不把陆延州放在眼里，我截图给你看。说完，他把信息截图下来发给陆承安。咦，怎么发不出去？这才发现自己被他拉黑了，好记仇的一个男人啊！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。男人对他下达命令。青离接下他的话，你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，我直接发给你看。进我书房的事，我原谅你了吗？男人反问。青离理亏，再想到在酒吧找到的新线索，他内心把男人骂了100遍，表面也只能温顺地将手机递到他面前。男人扫了一眼手机上的信息，随后说着：陆延州向来喜欢抢我的东西，你知道我腿没问题，身体很差，随时会死。呸呸呸！不要把死挂在嘴边，他出于职业本能，第一时间阻止。说完后，他才意识到面前的人是陆承安，起初有些尴尬，很快他冷静地看着男人，十分郑重地说着：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男人看着他认真的眼神，他双眼像星星一样亮，只有他知道自己的呼吸乱了一下。你放心，不管你那个弟弟开再多的条件，我都不会心动，我永远都只会选择你。男人眼神瞬间犀利地盯着他，心里也不怕他看穿，坦诚地说着：我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拿我和顾琪琪比，他们都选择顾琪琪，我永远都是被抛弃的那个。听他这么坦诚的话，男人警惕他接下来要卖什么药，别人怎么选择，我改变不了，但在我这里，选择你这句话永远有效。男人轻笑一声，声音带着一丝讽刺：你很会玩弄人心。青离没想到他疑心这么重，他都快把自己说感动了，他还不为所动，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，转身退回沙发里。男人躺在床上，一直留意着他，直到他呼吸平稳，确定他是睡着了，他这才做一个深呼吸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第二天早上，青离从沙发中惊醒坐起来，正好看到陆承安从洗手间走出来，他眨了眨双眼，目光落在男人站起来的腿，这是一点也不必着他了吗？下楼吃早餐。男人丢下这句话，重新坐回轮椅离开房间。等他来到1楼餐厅时，老夫人正兴奋地拍着一脸冷漠的孙子，笑眯眯地说着：就是要对老婆好，等老了才有老婆关心。男人没接话，而是抬头看向他。老夫人才发现青离下来了，一边拉着他坐下，一边开心地说着：等会吃完早餐，承安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青离直觉是惊吓，说出来就不是惊喜了。吃完早餐，老夫人迫不及待地带着青离坐到车里。奶奶，能不能告诉我要去哪里？我有点害怕。他不安地看着老夫人，眨了眨双眼。老夫人看着心疼，开口说道：承安联系最好的整形医生，想让你恢复原来的模样。他戴的面具做工精细，专业人士没有仔细近距离看的话，也是很难发现的。但现在去医院，不仅有医生看，还要机器检查。男人这是要逼他露出原来的模样。看来昨晚在酒吧发生的事，还是让他起了疑心。男人前一天还对小妻子厌恶至极，恨不得他立刻从这世界消失，今天却要带他去见整形医生修复烧伤。这看似惊喜的安排，其实是男人设的局，目的是逼他摘下面具。而青离知道这是陷阱，也不得不往里跳，否则他无法回到男人身边，就更查不到堂姐的下落。青离思索片刻，假装为难：我不想去医院，修复脸要花好多钱的，我无功不受禄。男人闻言立马说道：为了感谢你昨晚做的事。现在青离100%肯定，男人已经对他起疑心了，至于他知道多少还猜不出来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更要保持冷静。老夫人则一边教训孙子说话阴阳怪气，一边又解释这是孙子关心他，他这张脸一直都是面对恶意的言语，一时对上老夫人的关心，有点不知所措。这时老夫人又说道：青离，你要记得别人不爱你，你更要好好爱自己，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话否定自己的存在。青离以前也听过这样的话，是初中那年流行感冒加高烧差点死掉，堂姐守着他1天1夜退烧后，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过类似的话。老夫人忍不住轻声问着：你父母对你不太好吗？青离闻言瞬间拉回思绪，他们对我很不好，只喜欢顾琪琪。我从小和奶奶在乡下长大，前些年奶奶去世后，我也一直留在乡下生活的，都过去了，我们往前看。老夫人心疼安慰着。到了医院，杨主任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青离都一一回答了，不过也看到他的紧张。你们先出去，我和青离单独聊一聊。主任说着，这时陆承安提出要求，给他做全面检查，10分钟后我要知道他脸上的伤有多严重，后续要做什么准备。主任看了看青离，再对男人点了点头，没问题，可以直接开机器照他脸上的伤。陆承安
安听到这句话这才满意。在出去之前，男人难得对青离轻声说着：“10分钟后见。”你不用太紧张，主任是我特意找来帮助你的医生。青离听出话里浓浓的威胁，他的意思是让他别耍花样，主任是他找来的医生，只听他的。10分钟很快到了，陆承安正想去敲门时，主任打开门请他们进来，然后慢慢开口：“烧伤很严重，像全层皮肤损伤需要植皮，手术成功也只能恢复原来的6-7成。”男人扫了青离一眼，又看向杨主任问着：“杨主任的意思是？”顾青离脸上的烧伤很严重，达到全层皮肤损伤的程度，在陆承安的眼神下，主任感到好像被一座山压着，喘不过气，修复需要好多钱，我看还是不要做了。青离走到他们面前，焦急地说着：“之前我父母答应给我修复，后来又反悔，也是这些原因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”老夫人对青离说道：“承安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，要是他不给钱，我还有很厚的棺材本，钱不用花多少的，就是手术过程漫长，同时要病人打持久战，需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主任大概说了一下流程，我们先回去商量，再来找主任。行，我们先回去。老夫人看出青离在纠结，现在回去也好，反正他会说服青离动手术的。他烧伤的报告寄到我住处，陆承安像是接受事实了，我可以跟你回家了吗？青离连忙问着。相比他的惊喜，陆承安无比冷静，要做修复手术，回家里住方便。青离没想到男人这么痛快让他回去。那晚他进他的书房里，他恨不得他在这世界消失，那抓紧时间回家。老夫人很高兴看到孙子愿意接青离回家，连忙催促离开，担心迟了他就会反悔。在离开会诊室时，青离回头看了看主任，用他们才看得懂的眼神向主任表示感谢。主任被青离说服，是因为青离给自创的中草药的美肤配方。他身为整容医生，自然看出这配方能为医院带来巨大的业绩。他在主任这位置待了这么多年，可以借着机会往上升一升了。而且青离保证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他一个人承担。所以在这10分钟里，他说服了主任。老夫人特意陪着青离一起回去，看孙子和青离之间没什么问题才放心。他拉着青离到旁边，说着悄悄话：“承安不喜欢别人进他的书房，你要小心些。要是实在想进去看看的话，给他点时间，等他适应你是他老婆，他的任何地盘都会让你进去的。”老夫人给他鼓励。青离突然灵活一闪：“您的意思是陆承安喜欢我，就会让我进书房了？放心，他已经喜欢你了，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而已。”老夫人笑眯眯说着：“你再等等。”青离觉得老夫人是对孙子有滤镜，男人怎么可能喜欢他？说他要他的小命更加有说服力。不过老夫人的话，他倒是听进去了。这边陆承安正听着德叔的汇报，您的意思已经转达给家庭医生了，他会尽快做鉴定，最迟10天就能出鉴定结果。让家庭医生办事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，所以一般都是等上几天，家庭医生才暗中去做。只是这次关于青离的鉴定，陆承安比以前都要着急。德叔记下了，随后再汇报另一件事：酒吧有人暗杀大少爷的事，是陆延洲暗中指使的。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留下证据，不过他现在急着找一个人，表现有些奇怪。陆承安听着，时不时给出决策。等到接到老夫人打来的电话，陆承安才发现已经到晚上了。老夫人焦急的声音在手机那头响起：“快去青离的卧室，他现在需要你的帮忙。他在自己卧室里出意外了吗？”男人没有多想，直接从轮椅上站起来向卧室快步跑去。顾青离，男人先是敲门喊着他的名字，在他看来好像等了好久，里面没有人过来开门，也没有听到里面传来声音。难道在里面自杀了吗？男人顾不上其他，直接用指纹打开了门，推门走进卧室里，快速扫了一圈没有看到人。此时听到浴室里传来声音，转身往浴室里冲去，脑海里一直闪现他躺在满水的浴缸里，水被鲜血染红。然而事实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你做什么？青离被突然出现的人吓得声音都拔尖了。男人看青离正在给自己伤口缠保鲜膜，他提到半空的心才放下。青离第一时间想到自己身上只穿着一件内搭，一只手拿着保鲜膜正缠着另一只手的伤口，一时之间他都不知如何是好。陆承安清楚看到他好看的背部，下秒回过神，赶紧将脸转到一旁。还没等他开口，德叔的声音传来：“大少爷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别进来。”陆承安第一时间把浴室门关上。德叔听到男人中气十足的声音，知道他没事，接着就开始担心青离的安全问题，忍不住开口提醒一句：“大少爷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说，动手打人是不对的，更不能打女人。谁说我打他了？”男人反问着：“大少爷是帮忙洗。”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德叔丢下这句话，马上退出卧室，并且关上卧室的门。站在原地的两人互相看着对方，不约而同地想着德叔所说的，他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以为男人过来给他洗澡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德叔眼里就这么好了吗？陆承安做个深呼吸，打破沉静：“抱歉，是我误会你在这里出事了，我现在就出去。”在碰到门把时，眼角看到他抓着的保鲜膜已经皱成一团了，我帮你把保鲜膜缠好。说完迈步走到他面前，看他往后退半步：“我不乱看，我自己可以。”心里有些受宠若惊。陆承安没再说什么，先是把皱成一团的撕下来，接着再重新把他手臂缠好。两个人第一次这么心平气和的靠这么近。心里突然觉得浴室的空气有些稀薄，呼吸都有些困难。就在他觉得很难熬时，终于听到男人说好了。谢谢。心里赶紧道谢，意思就是请男人赶紧离开。陆承安也不想在这里久待，努力让自己声音平静的说着：“有什么事叫人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，可以吗？这样找你会更方便。”心里想起自己还在他的黑名单的事，他从小的生存之道，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。行，男人最终挤出这个字。在陆承安离开后，他赶紧关门反锁。这件事提醒他，下次一定要更加小心。多亏他脸上的真皮面具没有拿下。陆承安从清离卧室出来，看到德叔，直接说着他受伤了，有许多事不方便，找个老实本分的女佣照顾他。然后快步回到书房，连做了好几个深呼吸，让心跳不要过快。接着拿出手机，刚把他从黑名单拉出来，奶奶电话就打进来了。老夫人兴奋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和清离有没有擦出爱的火花？奶奶，这样的玩笑不要再开了。”他认真的说着，这对一位女生来说很不好。老夫人也听出孙子语气中的严肃，知道他不喜欢这样的行为，
抱歉，是我太急了，太想要你好好抓住青离这么好的老婆。陆承安听到老婆称呼时，脑海闪过女人背对着他的画面，没想到她皮肤这么白，青离是喜欢你的，他想多和你接触，你就给他一个机会。老夫人说完后，接着又补充一句，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陆承安拉回思绪，有感而发，像我这样的人就不要拖累别人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很好啊。老夫人不许孙子贬低自己，随时都会死掉的人。男人深呼吸一口气，说着，真的让她成为我的老婆，会害她一辈子。老夫人突然失去声音。青离洗完澡后，就收到老夫人发来的语音，青离，是我故意吓承安的，他以为你出事了。奶奶，没事的，他还给我包扎伤口呢。青离语音刚发过去，下一秒老夫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听出对方的语气有些低落，关心问着奶奶怎么不开心啊？承安身体不太好，刚刚他又提到自己随时会死，我听到很担心。青离听老夫人这么说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我是医生，我劝他尝试中医治疗。老夫人瞬间活了过来，青离，你是真心想成为承安的老婆的吗？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换成是陌生人，他会大声并且真诚地回答说是，但面对真心对他好的人，他却无法说出这样的话。青离，老夫人声音都快要哭了，只要他不赶我走，我就会留在他身边。青离给出承诺，等到他找到姐姐后，不管男人是什么身份，都知道他是在欺骗他的，他是这么恨别人的欺骗，到时一定会将他赶走。至于欺骗他的事，这些日子他也在想着怎么弥补。刚才从老夫人的话有灵感，给他治疗，还他健康的身体抵过他的欺骗。如果堂姐的消失和他有关，他会亲自送他去坐牢；如果他是无辜的，他会向男人道歉，并且做出补偿。你这么好，他只会把你绑在身边，不会赶你走的。老夫人笑眯眯说着。青离哄好老夫人，也打听关于男人的消息。承安他母亲当年去世，不久后他父亲就带女人回到家里，也是现在的继母。他们的孩子只比承安小1岁。老夫人说到这里长叹一口气，无比自责，继续往下说，是我不会教儿子，他背叛自己的妻子，因为这件事我不认他这个儿子，和老头子离婚，搬到这里住下。不过我的确是没什么能力保护承安，他在他父亲那里受了不少折磨，他身上的毒是他父亲下的吗？青离连忙问着。老夫人在电话那头沉默好一会儿，最后轻声说着，如果承安愿意和你说这些事，我这里有资料可以给你看的。他们提到陆承安的事都很警惕。青离没有失望，反而微笑说着，我明白这是个人隐私，还是等他和我说才有意义，谢谢你能理解。老夫人看他这么善解人意，无比期待地说着，相信这天很快就到。接下来2天男人都在忙，到第3天早上，男人准备出门，看向青离说着，今晚本是开的商业晚宴，你和我一起参加吧。我，青离指了指自己，我脸上的伤，你带我去参加，会不会丢脸啊？不会，他们只会嘲笑我，一个残废娶了毁容的你很般配。青离看了看他坐着轮椅，装残废，难道是给他父亲那边的人看的？见他迟迟没回答，他继续问着，要去吗？当然要去。青离为他打抱不平，他们敢嘲笑你，今晚我就帮你骂回去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陆承安整理好衣服，准备出门。青离闻言很惊讶地问着，真的可以骂回去吗？想怎么骂就怎么骂，我给你撑腰。男人丢下这句话就离开了。他目送了男人离开后，反复想着刚才他俩的对话，还没想明白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。男人请的专业团队已经来到他的面前。晚上，青离坐着司机的车先去晚宴现场。陆承安半个小时后5星级酒店和他会合。他接到一通电话，准备往1楼化妆区走去，旁边突然冒出一个人，青离，真的是你？顾琪琪挡在他的面前，惊讶地问着，看到他变得这么美，穿得昂贵的礼服，戴着定制的项链，恨不得把他全身上下的一切都抢过来占为己有。当然也是这么做的，项链是我的，你居然偷我的项链，马上摘下来还给我。青离看他这样的行为，只觉得很可笑，从小到大总是抢他东西，看得上就占为己有，看不上也要抢过来毁掉。看他伤心难过就无比得意。顾青离，你能听懂人话吗？见他迟迟没说话，以为对方吓到了，更是扬起下巴命令着，现在把项链摘下来还给我，不然我把这件事闹大。我当然能听懂人话，但不是人说的话我听不懂。青离轻飘飘地说着，居然敢顶嘴。顾琪琪气得咬牙切齿，你以为嫁给陆承安，你这个丑八怪就真的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是凤凰了。顾琪琪气得差点背过气了，最后放出狠话，陆承安是我不要的男人，你才能嫁给他的。那我谢谢你了。青离讽刺地说着，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把项链给我。看到青离身上穿的戴的，顾琪琪突然有些后悔了。青离不想再理会他，转身就想走，但顾琪琪不依不饶，上手就想教训他。他手刚碰到青离的肩膀，反手却被青离给了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你敢打我？顾琪琪捂着被打的一边脸，又气又恨地看着青离，从来都是他欺负青离的，现在却被打，他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？就在这时，有人赶过来，不可以欺负青离。一位身穿白色晚礼服的漂亮女子走过来，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外一位女子开口训斥着，在市长千金化妆间前打架，是不想参加晚会了。顾琪琪想到居然可以见到市长女儿，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金子。她先是一脸惊喜，下一秒换上伤心难过的模样。市长千金，求你帮帮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吧，我的项链被我姐姐偷走了，而且她还打了我。这项链是你的？周思琪好奇问着。没错，就是我的，被她偷走了。顾琪琪说完还瞪了青离一眼，想到自己抢了先机，在市长千金面前装可怜，对方会帮他出手教训青离，周思琪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温柔的模样瞬间消失。他1秒都不装了，项链是我送给青离的，怎么就成了你的？顾琪琪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，你们认识？周思琪正要开口，青离抢先说着，我是陆承安的老婆，受邀过来参加晚宴的太太们都收到周小姐送的项链。顾琪琪心脏好像被狠狠扎了一刀，又是陆承安的老婆才有这么好的待遇，原本这都是他的，现在全都便宜青离了。你带这位小姐离开。周思琪对身边的女子微笑的说着，对顾琪琪做了请的手势，见她不死心，现在请你离开，不然我叫保安把你拖出去。顾琪琪想到自己是偷偷混进来的，如果闹大对她不利，所以她只好转身离开。上一秒还在矜持的周思琪，下一秒扑过去紧紧抱住青离。
青离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来到本市都没有出来和我见面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，无话不说的闺蜜。青离内疚说着，上次你送给我的项链我弄丢了，没关系，这次我准备做自己的品牌，所以过来参加宴会的贵妇都送了定制项链，你的最贵。怪不得顾琪琪一看到就要抢，她抢你东西的毛病越发严重了。顾琪琪知道陆承安这么好，不会和你抢老公吧？她应该对他没感觉。青离用词很客气了，这么了解他。周思琪眨了眨眼，靠近青离耳边压低声音问着：你们睡了？面对好友这么劲爆的问题，青离早就见怪不怪了，依然淡定从容地说着：没有。难道他站不起来？那里也不行了。周思琪好奇，青离无语，随后问道：上次在酒吧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之后有没有人来找你？我担心陆承安会不会查到你身上，查到也不怕，有什么事你就推给我。周思琪不把这些事情放在眼里。这边陆承安在快要来到酒店时，就收到了几张相片，正是周思琪抱着青离。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记得关于他的资料上，并没有提到他和周思琪认识这点。照片虽然拍得有点远，但依然能看出青离今晚很好看。等陆承安反应过来自己又想什么时，连忙将注意力转到周思琪身上，一眼就可以看出周思琪并不是那晚在酒吧的漂亮女人。结果越来越清晰，陆承安不知该怎么说此事自己的心情。有一点可以确定，等几天后真相出来，他不会放过青离的。德叔神情凝重，第一次对自己调查的实力产生怀疑。青离资料上的确是没有这一点，难道关于周小姐的消息都被市长按下了？趁今晚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陆承安从来没有这一刻这么期待一场晚会的。到达酒店门口，他对德叔说着：叫他过来。德叔知道陆承安要和青离一起亮相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看重他这位妻子。青离在接到德叔的电话后，连忙和周思琪告别，刚走到外面就遇到德叔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大少爷，想你了。德叔真诚说着。青离一时之间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，德叔脸上的笑容更深了，对他指了指外面的方向，可不是想了吗？看了一晚上他的资料，我去看看。青离刚到门口时，陆承安也从车里下来，一抬头就看到了他。他看到青离今天的打扮时，眼里满是惊喜。他大半张脸被遮住，有着神秘的美，最为出色的是他身上的气质，让人忍不住看了又看。青离看男人盯着他看好一会儿，有些不自在，不由轻咳一声。陆承安收回视线，推我进去。看男人这么淡定，青离有些担心，不愿意。男人神情依然是淡淡的，一眼就看出他心情很不好。他连忙说着：我愿意的，我担心会影响你，别人说你带的女伴这么丑，我不觉得你丑就行了。男人直接说着。青离听到他的话，心跳不由快了半拍。走吧。陆承安再次开口提醒，青离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推着他走进晚会现场。他们是最后到的，一进来就引起所有人的注意，不少人开始说着悄悄话，隐约听到有人在可惜陆承安坐轮椅，也有不少在幸灾乐祸的说着男人作恶太多，现在是报应。青离听到这些话，恨不得过去和对方单挑，将对方打败，就不会说出这么难听的话。陆承安对于别人说他的话完全不在意，但他听到有不少人提到青离，不是说顾青离是丑八怪吗？现在这么一看还挺好看的，是挺好看的，可惜嫁了个残废的。但更多人向陆承安走过来打招呼。陆承安无疑是最亮眼的存在，哪怕他坐着轮椅，他依然是陆氏集团的总裁。面对这么多人围上来，他从容地应酬着，一直留意着青离。见他摸了摸肚子，知道他饿了，开口对他说：你过去帮我拿点吃的过来。好啊。他听陆承安的话，很开心地去取餐区。在挑选的过程中，他也吃了一些食物垫垫肚子。当他很认真为陆承安挑选了一些蛋糕时，没有留意到一个人冲到他面前，抬手向他甩过来。他本能避开，对方虽然没有打到他的脸，但他戴的帽子和面纱一起被打掉。紧接着传来幸灾乐祸的声音，大喊着：陆承安的老婆好丑啊！女孩因脸上烧伤被众人嫌弃，受尽无尽冷眼与恶意。可霸总老公不仅不觉得她丑，还带她盛装出席重要晚会。本以为会是温馨美好的场景，可突然一个人冲出来，打掉她的帽子和面纱，还幸灾乐祸地大喊着：陆承安的老婆好丑啊！是顾琪琪。她正一脸幸灾乐祸地说着，怪不得要把脸遮住，原来你就是一个丑八怪。这时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青离的脸，不由倒抽一口凉气，真的又丑又吓人。接着他们又看向陆承安，眼神带着同情。他不仅残废了，还娶了这样的老婆，陆家对他这样的态度，陆延州应该很快会代替他的位置吧？他的父亲也太过偏心了，故意打压大儿子，这是为小儿子铺路呢。可是再怎么打压自己的儿子，也不能把这么丑的女人嫁给他。承安没有理会周围人的眼神，第一时间向青离赶过来，有没有受伤？他在还有5步的距离就已经开口问着。见到他被这么多人指指点点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，很生气，很想把他立刻带走。我没事。青离对他微微一笑，并且示意他别担心，他一个人能摆平眼前的事情。见他神情坚定，承安在离他还有2步的距离停下。顾琪琪在陆承安过来时就吓得想转身就跑，可一想到自己把这件事做成功了，可能会顺利嫁入豪门，脚踩顾青离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。面对巨大的诱惑，他鼓足勇气继续讽刺道：顾青离，你长得这么丑，怎么好意思陪你老公过来参加晚会的？难道你就不怕你老公丢脸吗？男人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上一秒他还想着让青离自己处理，而此刻他只想顾琪琪从这世上消失。只是还没等他行动，青离抢先开口：我老公不嫌弃我。男人听到他喊出老公，嘴角不由往上扬了几分。等等再出手也行，这样的话你觉得可信吗？丑人多作怪，我老公说了，一个人的美好是看品德不看外貌的。青离神情冷静，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让周围的人听得清清楚楚。顾琪琪直接笑出声。
生，一听就是骗你这种丑八怪的话。人最重要的就是一张脸。心里轻叹一口气，我也担心自己的样子会让我老公丢脸，但我老公不仅给我鼓励，还带我出来散心。他说了，我脸上的伤是意外，我才是受害者。顾琪琪听着这话觉得有些奇怪，他好绿茶啊，这么说不仅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还让所有人知道陆承安是位好老公。青离继续说着，我老公还说，做人首先要自爱，大家都是善良友好的，绝对不会因为外貌全盘否定一个人的价值的。陆太太说的对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激动地说着。有人站出来支持青离，紧接着周围的人也接二连三地支持他，并且开始指责顾琪琪，把闹事者拖出去。周思琪头发只扎了一半就赶过来，看到原本赶出去的人又回来当众欺负青离，气得马上开口喊人，期间还不满地瞪了陆承安一眼。陆承安清楚看到周思琪用眼神在骂他身为丈夫不帮妻子的无能。顾琪琪看自己引起公愤，还有一步步靠近要把他拖出去的人，他大声喊着，我是顾青离的妹妹，你们不可以赶我走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家人。青离马上接上，顾青离，你嫁了有钱人就不认家人了。他开始胡搅蛮缠。青离看到眼前正是好机会，和这些吸血虫的顾家人断绝关系。今晚我就当着大家的面，我顾青离和顾家断绝关系，任何人都代表不了我。你做梦，是我父母给你一条狗命，你欠他们的恩情这一辈子都还不清。青离听到这话更加认证心中的猜测，他声音冰冷地说着，明天我会到顾家。话没说完就被陆承安拦下，我老婆和你们顾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她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还有让她代替你嫁给我，你们一家人已经拿她换钱了，往后顾青离只要听我的就行。关于青离替嫁的事，周围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听说到一些消息，那位继母早就把这事传出去，同时更是狠狠踩陆承安几脚，恨不得因为这件事陆承安从陆氏集团退位。承安现在坦然说出这些事，别人想再拿这些事来笑话他就显得很没品了。现在听到男人这么霸气站青离这边，有不少泪点低的女生已经感动到双眼泛着泪花了。陆总对他老婆真的很好，他是真的一点也不嫌弃他脸上的伤。这时德叔带人进来，直接把顾琪琪拉出去。思琪拉着青离到旁边说起悄悄话，陆承安这是要和你绑定一辈子啊。青离正想感谢好友解救他出来，没想到他说出这么吓人的话，他表示抵抗。怎么说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周思琪一边说一边观察着陆承安那边，今晚的陆承安似乎对合作并不感兴趣，反而一直在注视青离。思琪看到他已经第3次看过来了，他压低声音笑眯眯问着，当众给你撑腰，向所有人宣布你是他老婆，他已经爱上了你，敢不敢动呀？青离无语到极点了，他在试探我啊。思琪不信，他护着你的反应不像假的，我们演戏的时候看起来很假吗？你装乖乖女，我装知情达理，能骗过所有人。思琪说到这里突然感到有点自豪，你相信这世上有爱情吗？青离像是在问好友，同时也是在提醒自己，信啊。思琪笑了笑说着，也相信爱情不会落在我身上，我和你是一样的想法。他比思琪更加悲观一些，他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不会有任何男人爱他，要是让陆承安知道他因为堂姐才待在他身边，他只会杀了他。刚刚他帮我说和顾家断绝关系的事，算我欠他一个人情，下次会找机会还给他。接着又轻声说着，我怀疑顾胜夫妻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明天找他们算账。晚会结束，青离还在想着要怎么还人情，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到了。来到停车的地方，心里还在想德叔怎么把车停在这么神秘的角落。走近就听到顾琪琪焦急地说着，陆二少，你救救我啊。陆延州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我们认识吗？顾琪琪害怕对方把他丢下，连忙说着，是你让我去嘲笑顾青离，让陆承安也跟着一起丢脸的。你承诺只要我去做这样的事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当你的女朋友。怪不得他还能再次进到现场，闹了这么久都没有人站出来拖他出去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陆延州。青离看了一眼男人，低声问着，你们兄弟关系不好对吧？极差。男人回道。听到男人这样的回答，青离终于可以放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他快步向陆延州走去，多余的话没有一句，直接抬手甩了陆延州一耳光。陆延州整个人是懵的。男人看到这一幕反而挑了挑眉，眼里的笑意越来越浓。德叔已经悄悄拿出手机偷偷录下这画面，少夫人正给大少爷撑腰，他感动到差点要哭了。顾琪琪马上跑过来，你怎么可以打陆二少呢？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小叔子呢。青离眼神紧盯着陆延州，你不许再欺负承安。陆延州抬头看向他，明明一张烧伤的脸，可是他明亮的双眼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一时之间他都忘记要生气了，只盯着青离的双眼看。顾琪琪看陆延州出神的样子，心里暗叫一声不妙，不会陆延州也看上了他了吧？难道陆家的人有恋仇癖？想到这个可能，他再次大声喊着，陆二少，你没事吧？陆延州听到声音瞬间拉回思绪，立马质问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因为你欺负了承安。青离理直气壮地说着。陆延州咬牙切齿，有证据吗？青离指了指旁边的顾琪琪，我可没有做过。陆延州冷笑一声，你打我就必须要拿出证明我做的证据。面对陆延州要杀人的眼神，青离依然淡定从容，你说的重要吗？陆延州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，这是连问他都不问，这是他平时想收拾谁就收拾谁，管对方有没有做过。可是这样的办法向来只有他对别人用的，今天却被这女人用在他身上，不得不说，这感受真的太令人生气了。他忍无可忍，正想对青离动手，她是我老婆，你敢动她一下试试？承安坐着轮椅来到青离的身边，摆明就是给她撑腰。陆延州被男人此时的眼神吓到不敢乱动，但他的脸还隐隐作痛，他根本咽不下这口气。大哥，是他先动手打我的，因为你该打。青离抢着回答。陆延州扫了他一眼，随后再看向陆承安说着，只要他给我道歉，这件事我不会怪大哥的，不然事情闹大，吃亏的可是你。说完他瞪了青离一眼，在他看来大哥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让自己吃亏的，他发病时还要靠父亲来救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他总觉得自己能掌握陆承安的生死。青离听出陆延州说出这句话时，完全是威胁，一看就知道男人有把柄在他手里，突然担心自己刚刚打他有些冲动了，给男人带来了麻烦。他看向承安，正想对他说这件事由他来负责，就听男人轻笑一声，慢慢说着，活了这么多年，
现在我想偏心一个人，怎么了？陆延州万万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这个丑八怪了吧？在场所有人都看向陆承安，就连青离呼吸也慢了半拍。男人声音依旧平淡，我再说一次，顾青离他不丑。青离听男人的回答，马上松一口气，男人就是不喜欢他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就直接回答了，而不是答非所问。陆延州和青离的想法相反，在他看来，陆承安就是动心了，还没等他再开口问，就听到男人对德叔说道：“把他们送到我父亲那边，看他怎么说。父亲100%站我这边的。”陆延州就是从小到大被偏心长大的，提到这里更是一脸自豪地说着，他就是想看看陆承安失落的样子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每当他说到父亲偏心他时，陆承安就会感到失落。后来长大了，他会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但陆延州知道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。等一下，青离突然喊住德叔，德叔回头看向他，说着：“少夫人，有什么事？”突然听到德叔对他的称呼变成少夫人，青离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自己耳光出现问题了。他错愕地看向德叔，只见他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，认真地等他吩咐。他想着可能是陆延州在场，德叔才这么叫他的。猜到这个可能，也不去纠结称呼的事，他再次走进陆延州，微笑地说着：“辛苦一下小叔子。”听他这么说，陆延州直觉不妙，你要做什么？青离拿出已经准备好的3根银针，直接拍到陆延州的右肩膀上。啊！陆延州肩膀感到一阵疼痛，紧接着肩膀开始无力。他今晚第一次感到害怕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想要恢复正常，请你们拿出正确态度向承安道歉。说到这里，他又补充一句：特别是陆老爷。承安看到这一幕，心跳越来越快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已经没有人这么无条件站在他这边，哪怕奶奶帮他，也只敢暗中安慰他。现在青离说出这样的话，男人才明白他也是希望被人偏爱的。少夫人，我带他们过去，大少爷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德叔离开前微笑地叮嘱着：包在我身上。青离拍了拍胸膛，十分直爽地说着。他转身看向男人：我们回家吧。听到他把他们住的地方称为家，男人心情很好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青离仔细想想刚刚自己的行为，很可能给陆承安带来麻烦。他还不知道男人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，于是主动开口问着：我刚刚打陆延州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没有。承安很快回道：不能让他觉得惹麻烦了，不然没有下次了。青离看他没有说实话，要是他们找你算账，你就说是我要打的，把所有问题推到我身上。为什么要帮我打陆延州？你对于自己的事都不放在眼里，关于我的事为什么这么在乎？在晚会上你帮了我啊。青离直接说着：就是这个原因吗？不然呢？男人突然轻笑一声：你不是很会顺着杆子往上走的吗？怎么这次没有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顺着杆子往上爬了？青离不服地问着。行，我换个问题，你和周思琪很熟吗？还不如继续上个话题呢。青离看了看男人，回复：我和他认识好多年的好朋友了。男人没想到他这么坦诚，没有听你提起过，他的身份比较特殊。男人接着又问了几个问题，青离都回答得滴水不漏，到最后他突然笑了起来。你怎么笑了？青离看到他这个笑容觉得有点害怕。你的回答很真诚。承安很满意的说着。青离觉得他在讽刺他，只是一时没有证据。看到他一脸轻松的模样，他趁气氛好也开口问着：你问我这么多，也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了。你说男人现在心情很好，你有什么把柄在你父亲的手里？男人不由挑了挑眉：你要帮我？对，我让陆延州一边肩膀动不了，你父亲一定会亲自上门道歉。你有什么想做的，或者要你父亲给出实际补偿的都可以说。男人眼神比刚才更加认真地盯着他，好像在猜测他说的话有几分是真的。过了几秒，他突然笑了一下：我父亲掌握了我的生死。青离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看他神情知道是真的。想到上次他发病的情况，当时就已经发现他身上有长年累月留下来的毒，后来男人不让他看病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。现在听他这么说，他不由紧张地抓住男人的手，着急地问着：他给你注射什么了？男人看到他紧握的手腕，莫名觉得有点心安。青离看他迟迟没回答，再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，吓得连忙松手，正想开口道歉，就听到男人开口：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，想办法让他给出清单，这样才能对症下药。青离说完，大脑就快速转动着，要如何做才能让他的父亲把清单交出来。他又接着说：药都是相克的，如果用错的话，解药都成毒药，所以在还没有确定具体是用过什么，是不能盲目治疗，所以一定要拿到他父亲到底注射的什么药。陆承安看着他如此着急他的毒，不由心跳得越来越快。他暗做个深呼吸后，故意用冷漠的声音说着：我没有要你给我治疗。青离太想帮他，一时忘记最重要的是，男人对他没有半点信任可言。我要怎么做你才愿意让我给你治疗呢？你真心想给我治疗？没有别的原因。男人继续追问，原因就是抵消他对他的欺骗，等找到堂姐后送他去坐牢，但他不能说。你犹豫了。男人微眯双眼，他分明就是另有所图。刚才的好心情瞬间消失，声音微寒地说着：不需要你的治疗。青离看出他生气了，连忙哄着：我想让你健健康康的，总有理由吧？男人冷笑一声问着：别拿着你喜欢我这个借口，世上也只有奶奶相信而已。放在以前，青离肯定会大声说因为喜欢他，但是今晚他却没办法说出这句话。男人看他迟迟没有回答，不知为什么觉得胸口一阵发闷，脸转向旁边不想看到他。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？怎么现在这么笨了？今晚你站出来给我撑腰就足够了，我也想帮你，就这么点小事就值得你给我治疗了。男人故意说的他好像很不值钱似的。青离真诚的点了点头，是啊。男人一噎，看到他仅是因为这么点好就对人掏心掏肺，所以他才被顾家的人欺负成这样的。
气他被人占了便宜还不知情，语气很冲的说着：“你也是没有吃过好的，你也一样。”青离知道他说的意思，马上反驳。陆承安第一次被人堆到说不出话。回到家里，男人按着轮椅先走了。青离想了想，最后还是追上去。等会你父亲过来，我要做什么呢？他不由放慢速度，声音冷漠的说着：“你不用出面，交给我来处理就行。不行，我们一起面对你父亲。这次有我在，你不用怕他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我就是要帮你，随你。”男人丢下这两个字，按着轮椅继续往前走，速度比刚刚快了许多。确定他不会看到的时候，嘴角才微微上扬。青离看男人好像还在生气，小声嘀咕着：“他也太难哄了吧。”没过多久，陆父就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一进门目光就落在青离的脸上。这么丑的女人，陆承安居然还护着，他是有多缺爱啊？见到长辈都不会叫人的吗？他摆起长辈的架子说道：“他是谁啊？”青离一脸无辜地看向承安。男人接到青离传来的信号，马上配合他：“你猜，过来收物业费的吗？这位大叔这么晚了还没有下班，你说物业多少钱？我现在扫码交钱。”陆明修被这一幕气到想要动手打人，男人的声音冷冷响起：“你儿子回去没有和你说，顾青离是我的人，谁也不许动他。”陆延洲当然说了，不仅说了，还添油加醋说了许多，说这个丑女有多么的仗势欺人。陆承安为了他失去了理智，完全就是恋爱脑上身。现在看看眼前发生的事情，看来小儿子说的话很可能是真的。我是你父亲，他居然说我是过来收费的，你们身为晚辈就是这样的吗？简直无理无德，不配当人。陆明修站在道德高处骂他们：“你是承安的父亲？”青离一脸惊讶地问着：“我嫁进来这么久，一直在照顾承安，怎么就不见你过来看一看呢？上次承安发病快要挂了，好不容易熬过去，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他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不配当人？”陆明修这才正眼看青离，再看到他脸上的烧伤，眼里满是厌恶地说道：“丑女多作怪，我是丑女，所以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谁对承安好，我就尊重谁，你不配得到我尊重。”陆明修被他对到脸红脖子粗，再看陆承安的态度，摆明就是站在青离那边的。他最恨就是别人不听他的话，再看青离反了天的行为，这次不好好教训他，以后他怎么叫陆承安听他的命令？想到这一点，马上大声喊着：“来人，把这个丑八怪抓起来，先打断他的右手！”他刚喊完话，他带来的一群保镖冲进来，看到这么多人冲进来，青离表现出不安，但他还是坚定地护在承安面前：“父亲，你敢动他试试？”男人冷声地说着。陆明修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他的话刚说完，胸口就有红色亮点出现，他下意识抬手想将红点拍开，然而红色亮点根本没有走，他往后退几步，此时不仅胸口出现红色亮点，连太阳穴、脑门、四肢所有关键位置全都出现红色点。陆承安，这是什么？他还在摆架子，但颤抖的声音将他不安都展示出来。激光威力相当子弹，陆承安微笑地说着：“你要不要试试？”陆明修可不敢试，气到想骂人，但看到全身红点，他稍微冷静些。你为了这个丑八怪这样威胁我，他比你重要。承安轻飘飘地说着：“向我老婆道歉。”陆明修看向他，嘴上想说让他向顾青离道歉，不如杀了他，但看到陆承安修长的手指轻轻敲了敲轮椅上的扶手，他有预感，要是他敢这么说的话，承安就真的会送他上西天。抱歉，刚刚是我冲动了，我向你保证，往后我绝对不会伤你半点。陆明修很不情愿地道歉着。承安知道他的道歉不是发自真心的，和道歉相比，还是给他拿点实际好处。他是陆家的儿媳，你给点表现。陆明修刚想说做梦，然而看到脑门不断流走的红色亮点，最后不得不拿出支票快速写好，给你和承安的新婚红包1000万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一出手就是1000万。青离马上转头看向承安，一没有酒好听。陆承安对青离点了点头，接着又说道：“既然是新婚红包，自然要长长久久。”陆明修气得想转身离开，然而他才一转身，就看到自己带来的人脑门也全是红点，他身上的红点比刚刚更多1倍。好好好，陆明修气笑了，连说几个好，也不得不再次写下支票，这是9000万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陆承安开口打断：“好事成双，意义很好。”青离接收到承安的话，马上接下第2张支票，大声地说着：“谢谢。”陆明修气到脸都变形，但他还是记得自己过来最重要的事情。延州半边身子动不了，这样怎么做？青离很想拿这个来和他交换，让他交出这么多年来给陆承安用了什么药和毒的清单，但想到不能打草惊蛇，这次静观其变，下次找机会打对方7寸。最重要的是他给陆明修扎的是一次性的针，只能控制几个小时，倒不如趁这个机会让对方再吃点苦头，好抵消他们这些年在男人身上施加的痛苦。我听我老公的。青离马上看向承安，看他事事以为他为重，男人心情大好，给他吧。青离转身拿出自己的药箱，这是解药，就是涂上去很痛，这是正常的排毒，等到早上天亮就好了。陆明修接过药瓶，打开一闻，的确是中药材。他目光落在承安身上，冷笑一声，开始挑拨离间。哼，刚才叫承安，收到钱就叫老公。男人先开口，我乐意，你就是脑子进水了。陆明修直接骂人，见儿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开始诅咒他，你就像年轻人说的恋爱脑晚期，不得好死，这一点我像我母亲。男人说完轻笑了一声，青离听到这笑声，知道事情不简单。再看陆明修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脸色也无比难看。他当初利用前妻恋爱脑有多得意，此时就有多气愤。他不想在这里多待1秒，担心会被承安气死。走到门口时，又挑衅说道：“很快你就发病了，我等着你们过来求我。”一直安静站在旁边的德叔，好像被踩到尾巴的猫，瞬间应激，双眼通红的说着：“老爷，你这话说出来也不怕夫人半夜找你？”青离大声骂道：“就算承安发病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去找你。”等陆明修他们离开后，青离和德叔还是对着他离开的方向骂了好几句。男人见他气得直跳脚的样子，没有半点杀伤力，反而像是小猫咪生气，特别的可爱。别气了，为了这样的人生气一点也不值得。承安开口道。青离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我听你的。对了，那个激光是怎么回事？青离有些担心的问着。男人这么强悍，身为他的对手，突然压力更大了。红色小电筒而已，不过有一个是真的。青离
离听到后，马上露出讨好微笑，连忙把2张支票递给他，他给你的，你就收下。青离看出他不会收，只好乖乖把支票放回口袋里，这钱他不会要的，离开时会把这支票还给他。男人看他把陆家儿媳的支票收起来，心情更好了。德叔也很开心地说着，少夫人，你刚刚太酷了，下次还有这样的事情叫我出场吵架，我最在行了。程安扫了他一眼，你不是说你平时胆小怕事的吗？不小心露出马脚了。青离把脸上的笑容一收，我看到他们骂我就不怕了，那都是因为爱啊。德叔马上附和着。青离瞪大双眼，程安反而比青离反应更大，我不说了。德叔赶紧做了一个闭嘴的动作，我先回书房了。程安转着轮椅离开，青离站在原地看着男人离开的方向，发现他耳朵好像有点红。他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就收到匿名发来的信息，陆程安一直在调查你的资料，有人走了风声，要小心。向来工作狂的霸总，竟为了陪小妻子回家断亲，破例休假1日，更当众撕破顾家人的贪婪嘴脸，眼都不眨的甩出20亿，只为给他撑腰。青离和平时一样吃完早餐准备出门，就看到陆程安还在大厅里，他好奇地问着，你怎么不去上班？请假1天陪你回家断亲，他可是工作狂，之前发病差点嘎了，稍微恢复点体力就立马工作，难道是调查他资料发现了什么，特意盯着他的？大少爷是担心少夫人被欺负呢。德叔笑眯眯地说着，所以今天休假1天，陪少夫人回去给你撑腰。程安没有反驳德叔的话，青离赶紧笑着对男人说着，我好感动，不过我回去断亲，他们肯定会骂很难听的话，担心会脏了你的耳朵，我要看他们能骂得有多脏。男人淡淡说着。青离看男人态度坚定，就知道他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，他内心挣扎了一下，有你在，我觉得底气更足了。男人听他这么说，心情很好，还以为他会找各种借口不让他参与他的事情，现在看他这么乐意接受他的帮忙，就好像他们是真的夫妻。走吧。说完他按着轮椅先出去了。青离看到旁边的德叔在笑，突然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，刚刚德叔叫他少夫人，正想着要不要提醒德叔他叫错了，外面传来按喇叭声，提醒他该出门了，称呼的事以后再说吧。在他们离开后，家庭医生开车赶过来，见德叔和陆总2人都不在，连忙给德叔打电话，接通后他第一时间开口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等大少爷回去再说。德叔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，里面有几张照片是少夫人毁容前的。医生说到这里声音微微颤抖。德叔听到心头一紧，抬头看到青离已经推着大少爷进顾家，你在家里等我们回来，哪里都不要去，接下来不管谁找你，你都推到明天。青离不知道自己的牢底此时已经被揭了，他的注意力全放在顾家人身上。到了顾家，青离开门见山提出和他们断绝关系的话，顾夫人第一个跳出来反对，紧接着顾父就在当和事佬，顾琪琪站在旁边劝和，姐姐，我知道昨晚是我冲动了，我现在向你说声对不起，这样你气消了吗？他撒娇的道歉着。青离看他红光满面的样子，看来昨晚他和陆延州有新的进展，现在居然叫他姐姐了。他轻笑一声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更加坚定要和你们断绝关系。顾母指着青离骂道，你以为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现在就想甩掉我们了？是啊，自从放弃当好人后，感觉心情都大好了，既然他都是坏人了，就别想道德绑架他。青离把协议摊在桌面上，这是断亲协议，签了名，以后我们生死不相关。顾母想把协议撕了，顾父按住他，随后他看向陆程安卖惨，女婿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青离突然跑回来闹这样的事，这让我们当父母的很痛心啊。开价吧。男人爽快说着。什么？顾氏夫妻先是一惊，紧接着双眼一亮，下一秒他们又赶紧换上痛心的神情，只是眼里还带着没来得及收回的贪婪。男人将他们变脸尽收眼里，嘴上说着多疼爱青离，一提到钱，瞬间愿意将他转手卖了，不能给他们钱。青离马上反对喊着，还没等程安开口，顾母就将青离拉到一旁，用眼神示意顾父好好和男人谈价格。他转头对青离哭诉着，青离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一直最疼爱你了，就连琪琪也要排在你后面的。没错，青离虽然脸上烧伤了，但在我们心里他才是最重要的。顾父马上接下妻子的话，男人一眼就看出他们在卖什么药，倒是很配合的问着，所以呢？加钱。顾父痛快的说着。男人眉头紧皱着，他不喜欢别人用钱来衡量青离，不过眼前的情况让他看清他的家人和他们断得干干净净，要多少？顾父和妻子交换个眼神，接着再举起2根手指，这个数。男人挑了挑眉，20亿。顾父听到20亿，举起的2根手指都抖了抖，他举起手指是想说2000万的，要是陆程安觉得贵的话，20万也能成交的。青离这个丑八怪，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。然而陆程安却说出20亿，青离此时在他眼里可是闪闪发光的金子，一下子被这么多钱砸下来，他激动到差点要晕过去，是旁边传来顾母兴奋的尖叫声才让他清醒，担心妻子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。顾父抢先说着，没错，就是20亿。青离马上反对，不行，陆程安你1分钱也不能给他们。男人看他一焦急就会连名带姓叫他，觉得挺有趣的。顾父马上喊道，你闭嘴，骂他一句，20亿马上取消。男人冷冷的说着。顾父硬挤出一个笑容，好女儿，你别生气，程安是把你看中才给这么多钱的，这些钱到我们手里，我们会帮你存好，等我和你母亲去世后，这些钱全都是你的。青离直接给他们一个白眼，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，转身看向陆程安，不要给他们钱，在我心里你是无价的。男人微笑的说着，20亿而已。说完拿出支票再写而已。青离觉得男人疯了，担心他会吃亏，正想把眼前的他们打趴，推着他离开。小钱而已。男人对青离轻声说着，他的
神情和平时一样淡淡的，但青离还是看出他心情不错，眼神给他递来一个交给他的信号。青离想到在过来的路上，男人和他说过事情交给他处理，他有他的计划。顾父笑眯眯的等着，在陆承安撕下支票瞬间，他好像听到金钱向他涌来的声音。他擦了擦双手的汗，紧接着双手接过支票，层层检查下来，知道20亿就这样到他手了。他奋斗大半生，财产都没有20亿这么多，兴奋到一时说不出话。顾琪琪看到真的是20亿，竟然有男人会为这种丑八怪花20亿，极度不甘瞬间将他淹没，更是自信自己比青离更值钱，所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着：“陆承安，当时你拿出20亿，我就嫁给你了。”男人看都没看他，视线落在青离身上，声音平静又认真，只有顾青离值得。青离知道他是在演戏，但他此时看他的眼神，还有说出的话，好像他真的是他心中唯一的珍宝，心跳又不受控制的快速跳起来。我比顾青离好看，顾青离这个丑八怪，他拿什么和我比？我刚说的话，你们当耳边风了。男人淡淡说着。顾父赶紧道歉，对不起，琪琪他从小就是嫉妒青离，是吗？陆承安淡淡的问着。顾父知道他喜欢听琪琪的不好，接着把以前骂青离的话骂了一遍顾琪琪。看到顾父这行为，青离只觉得无比讽刺和恶心。小时候不懂父母为什么不爱他，为了得到他们的夸奖，他努力读书，成为人人夸奖的别人家小孩，最后换来的却是更大的贬低。当时他就想着，父母要是能夸夸他，他一定会开心到睡不着的。现在听到这样虚伪的话，好像被强行吞下一只苍蝇那么恶心。顾琪琪气红了双眼，哪怕知道父亲是为了哄陆承安，但这样的话还是让他无比难受。顾母赶紧靠近他耳边说着，忍一忍，20亿到手，以后你嫁给陆延州，这都是你的嫁妆，青离给你打工，他就是不如你。顾琪琪听到母亲这么说，心里的怒火才稍微熄了一大半。想到陆延州，他靠近青离的身边，小声的说着：“我能和你单独说几句话吗？”一看他就不怀好意，青离想也不想直接拒绝：“我没话和你说。关于陆承安生病的事。”顾琪琪压低声音：“昨晚我陪在陆延州身边，今天他们管家亲自送我回来的。昨晚陆延州和我说了很多事，包括陆承安为什么病重的事。”青离想了想，对男人说着：“我和顾琪琪上楼聊几句，我等你。”男人点了点头，别人要是欺负你，别忍着，用力打回去。他在提醒青离，更是向顾家的人宣布：“我给你撑腰，你不用做乖乖女。”青离见到男人眼里的认真，原本他就长得俊美好看，现在更加好看了。他好不容易稍微平稳的心跳又开始加速，匆忙对他点了点头。刚一走进卧室，顾琪琪就满脸堆笑的说：“顾青离，咱们合作呗。”没兴趣跟你合作，你在陆承安身边，我去劝劝陆延州，让他对陆承安好点，咋样？顾琪琪心里有点虚，赶忙又补上一句：“我可是陆延州女朋友。”青离把他的反应都看在眼里，直接戳穿他：“你撒谎！要是他真成了陆延州女朋友，他和陆承安一进门，他就得说，哪能憋到现在？”顾琪琪深吸一口气：“好吧，还不是正式的。陆延州答应给我个机会，我可有信心能跟他在一起。给你个机会，该不会是想让你把我发展成你的眼线，盯着陆承安的一举一动，有啥消息就转告给他吧？要是时机合适，还想让我杀了陆承安？”青离盯着他说道。被青离这么盯着，顾琪琪后背开始冒凉气，听到最后一句大声反驳：“可没说要杀陆承安，那盯着陆承安这事是真的了。”顾琪琪一下子噎住了，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：“你居然套我话！”“少废话！”青离打断他：“你知道多少陆承安的情况？说来听听。”“这可是我的秘密，你不答应跟我合作，我凭啥告诉你？”难得有青离想知道的事儿，他还想好好刁难刁难他，哪能这么轻易就说？看来你也啥都不知道，我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顾琪琪刚被套路了，这次摆明了不会再被青离骗。青离没再理他，转身就准备走。“喂，你别走啊！”眼见青离真要走，他也不敢再卖关子，赶忙说：“陆承安快不行了，是因为小时候他亲妈给他喂了毒药。”青离停下脚步，用眼神示意他接着说：“这是陆延州昨晚偷偷跟我说的，他跟我说这些也是想让我提醒你，现在陆承安能给你撑腰，可他马上就死了，现在他让你多风光，他死了你就有多惨。”顾琪琪说着说着，好像已经看到陆承安死后青离凄惨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青离冷哼一声：“你去告诉陆延州，什么陆承安他妈下药，我看是陆明修下的药，就为了给陆延州铺路，最后把这黑锅扣在陆承安妈妈头上，想跟我谈合作，拿假消息来骗我，是觉得我没脑子，还是想证明陆延州就是个废物？陆延州可比陆承安聪明，才不是废物。”顾琪琪大声反驳。青离没再理他，转身就走。见青离不上钩，顾琪琪赶紧给陆延州打电话，把刚才的对话一五一十说了，还着重说了青离骂他的话。陆延州气得反倒笑了：“顾青离真这么说的？”“是啊，他就是故意骂你，嫉妒我是你女朋友。”顾琪琪还特意暗示陆延州答应让他当女朋友这事儿。陆延州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问：“青离喜欢啥？你该不会是喜欢顾青离了吧？谁会喜欢个丑八怪啊？”可想到他的眼睛，脑海里还是闪过那晚在酒吧门口看到骑着哈雷离开的漂亮女人，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他到处都找不到。要是你喜欢顾青离，我看你可没机会。刚才陆承安为了顾青离，给我爸20亿，支票都给了。陆延州笑了起来，看来陆承安是真快不行了，想在死之前把钱都花光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顾琪琪终于开心了，等陆承安死了，能把顾青离交给我不？交给你，你打算干啥？陆延州懒洋洋地问。我要折磨他，让他后悔嫁给陆承安。顾琪琪咬牙切齿地说。行，到时候把那丑八怪交给你收拾。这边陆承安已经帮青离拿到签好的断亲协议，带着他坐车离开顾家。谢谢你。青离看到手中的协议，由衷地对男人说出感谢。承安看他感动的神情，就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。午餐时间快到了，承安正想带青离到他喜欢的餐厅吃饭，这时德叔却轻声说着：“家里有事需要大少爷回去处理。”男人看到德叔这反应，想起家庭医生鉴定结果应该出来了，
车里的气氛瞬间由轻松变成凝重。很快，他们回到陆家，医生在看到陆承安时，马上迎上来，将握了一早上的信封交到他的手里。青离就跟在男人身后，眼睁睁看着他打开信封，把里面的照片导了出来。一看到照片，青离呼吸不由一重。承安看到第一张照片上的人，正是在洗手间第一次碰面的那个漂亮女人，也是酒吧的她。等看完最后一张照片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。在之前，他以为自己会很气愤，会直接抓着青离的衣领将她丢出家门。然而现在的他无比冷静，将手中的照片递给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喘的青离。你看看。青离不敢多说什么，抬手接下照片。照片里的人是你？男人问道。德叔紧接着开口说道：少夫人，你一定要实话实说。鉴定做了，经手的人也查了，所以请你如实回答，不要抱着侥幸心理。男人视线一直在青离的脸上，上面的烧伤那么真，居然是假的。青离低着头不敢看男人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声音从牙缝挤出来似的：照片里的人是我。